另一位女士之前是班克罗夫特子爵的管事，她说她是5个月前来到这本书里，她曾经陪着班克罗夫子爵参加阿布杜勒伯爵的葬礼。她说她当时看到班克罗夫在翻找东西，她从阿布杜勒那里拿走了一本书，后来就是5个月前，班克罗夫当着她的面打开了那本书，随着白光出现，他来到了挚爱罗兰的故事中，变成了其中一个角色。第3位说，他来这本书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他说他原本是一个金匠，1个月前他在为马奥尼伯爵做金像，马奥尼伯爵夸赞他的手艺，要他建造更多的东西，他欣然同意了。结果马奥尼伯爵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一本书，他就被带入了书中，变成了糖果屋中的角色，直到遇见了我们。这么看来，这本书经历了3任或者以上的主人，而公主是最新一人。而他们在得到这本书之后，他们都莫名其妙的暴毙或者失踪了。也就是说，公主一定处于危险之中。这么听你一说，我倒是觉得留下来算了，还是先躺下来吧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的身体受得了吗？可能是相恋的原因，心脏的疼痛次数减少了很多，我感觉自己还能再活很多年呢。睡觉。你的胳膊好重，被你这样勒着怎么睡得着？这个姿势晚上一定会做噩梦的。可我想看着你的脸。要求别那么多了，这种危险的环境怎么都不会睡踏实吧？面包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国王等待各位勇士很久了。还有别的勇者来参加。高墙两边是从来没见过的果子，道路两边是果园吗？现实世界很少见到这样的城堡，不过这里是童话世界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如果你想吃，还是出去以后让卢克给你准备樱桃吧。我盯着看不是要吃它，你不觉得它很奇怪吗？是腐败的臭味啊！别盯着看了，这些贵重的果子臭屁的骄傲，一般人别想吃到它。这个画像看装扮是这里的国王吗？看着很年轻。这里连公主都是从金史兰德凑数来的，国王也可能是。作为这个故事中地位最高的人，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。尊敬的国王陛下，又来了新的勇者。哇，欢迎各位勇士，希望这次真的有人找出公主的下落。这比刚才的画像还要年轻。这是同一个人吗？嘴角的痣倒是在同一个位置。给你们的期限是1天1夜，否则你们将会被处死。1天1夜，这么苛刻的条件，他根本就没想过要人完成这个任务。从这道门出去，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找公主了。别着急啊，我们的规则是必须有1个人留下来当人质。如果你们返回时没有说出答案，你们的同伴将和你们一起处死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分开行动。不行，我们两边同时进行，这样才能更快地找到出口。可是，在不认识你之前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的。离开你，我又不是不能走路了。那我留下来，我不希望你成为被动的那一方。各位商量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了。重要的事情只说一遍，我会告诉你们公主房间的位置，请听好了。顺着过道，在前面13个岔路口。如果门是红色，就进入第5个门；如果门是黑色，就进入第4个门；如果门是白色，就立刻面对墙站好，不要让那些东西知道你能看到它。进门之后是花园，在第3个喷泉处，花园里的水是黑色。如果中途遇到的是男人，就要从黑色的窗进入；如果遇到的是女人，就从白色的窗进入。好蠢，好像是坏了脑子的人想出。听起来没什么难度，好像只是比较繁琐罢了。我们走到第几个岔口了？按规则，要从第13个岔口的门进去。喂，后面的小白脸，在和我说话。好像第一次看见你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公主会喜欢你这样的小白脸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对这里好像很熟悉。那么多规则，只听一遍怎么记得住？我已经第10次来这里了，我与我的同伴都来第4次了。你不是也带了愚蠢的人质来吗？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，如果失败了，不要。怪不得他们一副轻松的样子。我是第2次来这里。那你就是新人喽。我们这里的传统就是新人就要多做事，
别说信任不信任了，前面就是第3个岔路口了。啊，是白色，快面对墙站好！怎么第一次就遇到这种事？我害怕。别再说话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先生，你能不能不要走来走去？我都要被你晃晕了。你也不用这么害怕吧？我是在观察这里。我的朋友和我保证说，已经打听好了，他会成功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些规则明显是把你们这些人质当傻瓜了。什么你们？你不也是吗，先生？我和你们可不一样。门在我们进入之后就消失了，变成了一面墙，顶上是什么东西？隔壁是空的。你破坏的地方不会要我们一起赔吧？还担心赔钱呢？还是和刚才一样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这个窗户，这显然不是外面的世界。你见过我的爸爸吗？爸爸说好的要给我讲新的故事听呢。要爸爸讲故事，讲什么？你是我的爸爸吗？这个蠢货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明看得到。这里没有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是谁？阿卜杜勒，真奇怪，那他去哪儿了？这个名字是书的某一任主人。终于走了。不是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吗？那些怪物又没对你做什么。他胆子很小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胆子这么小的人，就别带他来这里。我们到喷泉了，这次很顺利。现在该有人去找那把宝剑了。哎，新人，你来吧。那里的水是黑水，记得左手拿剑。抱歉，我需要照顾同伴，拜托你了。因为曾经来过，所以预知到这里的危险了吗？随便，黑子二还等着我救他呢。摸到了。我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那个人被拖下水了。但愿这次是个幸运的家伙。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。如果再出现一个像那个罗兰一样的罗斯罗卜什么的，不，如果遇到更糟糕的情况，发生了什么？谁的灵魂被关在这种地方？别说了，我根本就听不到你说话。这种时候，如果加兰在，他可以直接和这些虚弱的灵魂沟通。不，他还是不在比较好。每一次沟通只会让他的身体更差。当然也有完全无感之人。这里有蚂蚁路过吗？我可以用手指。到底是和什么样的笨蛋在一起？我是阿卜杜勒，我在寻找我的女儿。你是阿卜杜勒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这本书的前主人吧？我多年前还看到过你的讣告。没错，先生。某次生日庆典过后，我收到了一份礼物，一本古董书，是谁送的？我发现了这个神秘的书中世界。我偶尔也会把女儿带到这里，她很喜欢体验书中神奇的经历。之后，我还带上了我的那些朋友们。这本书尊称我为主人，我可以来去自如。我享受到了更高的权力与地位带来的快乐。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就算是犯罪都可以被原谅，反正都是虚假的体验。直到某天，我和班克罗夫、马尼奥在聚会，我们打开了那本书，周围的仆人还有送面包的女人，我们一起进入这本书里。哼，或许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烤面包的女人。我发现有些人变成了只会说固定话语的书中角色，而有些人死去，他们的尸体变成了那片奇怪的果园。我意识到这本书是如此的恐怖，我不能留下这么邪恶的东西，迟早会出事的。是时候结束这恐怖的一切了。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书烧掉！你没看到被我们带进去的人变成什么样了吗？那又怎样？一等人而已。你怎么能把这种有趣的玩具毁掉？哼，是你逼我们的。既然做了，就得做得干净点儿。你看到了吧？救命！救命！马尼奥为了彻底享受这一切，又杀死了班克罗夫。他开始通过吃那些果实改变自己的容貌，甚至变得越来越年轻。说了这么多，我现在只希望你能毁掉这本书，让我和我的女儿的灵魂
得到安息。要毁掉那本书，可是，至今我也不知道破坏这本书的方法。要破坏一本书啊，那如果从书的内部开始破坏呢？哎，你刚才拿剑拿那么久，是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为什么会变成鱼诱惑我？难道是因为我太想钓鱼了？一定是这样，我才不会被黑泽尔的脸迷惑呢。我怎么已经身处水中了？这歌声，我又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你就是池底的那把剑。再顶着他的脸了。刚才好像是只有我能看到的幻象，在外人看来就只是对着水池发呆。意志力不坚定的人会被拖下水，然后变成这本书的养料。接下来就要把这把剑放到盔甲的手中，然后从第二件盔甲的脚下拿出钥匙。快跑！这个黑暗的盔甲都开始追着我们。没必要在这里纠缠。我们要找的黑白窗户在哪儿？在那里。等等，我们该选哪个窗户？遇到了男人选黑色。我在喷泉里看到的假的黑泽尔，应该也算男人吧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。去黑色的窗户。快上去啊！发什么呆？如果他骗了我们呢？如果进错了窗户，我岂不是牺牲品？那我先来。如果你上去了不肯拉我，那你就在第二个上去。抓住我的胳膊。如果现在把他们推下去，那找到公主房间的岂不是只有我一个？你最好别乱动。他是背后长眼睛了吗？53、54、55，我猜我们已经到了公主的房间了。没人，还以为公主会在这个房间里。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只是来寻找公主晚上去了哪里。先在这四周找找有什么线索。床底这里有个通道。下面是金色的树林，和故事里写的一模一样。国王的问题是，公主夜晚去了哪里？真正的答案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公主寝殿，但我是要找到公主本人，看看衣柜里有什么吧。这是公主的那双鞋子。公主，你穿了哥哥的衣服啊？这是哪里？一个隐秘的房间。我所喜欢的东西都会像粘在蛛网的可怜小虫子一样，粘在这里任我摆布。你已经是公主，何必要和这本书做交易呢？消遣而已。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。真有趣。非要一个理由的话，我想给哥哥找点麻烦。你以为黑泽尔波尔金就是什么好人吗？恶魔与人类的混血，邪恶的化身，不是黑羽一直要除掉的存在吗？这些我早就知道。那你知道他母亲的事吗？在贵族之间都流传着，之所以被处以火刑，是因为他以无数少女的鲜血入狱，磨牙审讯，后来又因为失控，他的力量无法控制，让周围的人都死无全尸。他为皇室带来的只有灾祸。也许他的儿子也有这么一天呢。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。你已经和他吧？上次舞会的时候，他都急成什么样了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对你漂亮的脸念念不忘了。可惜没人在乎一个小女孩的想法。后来又远远地瞥见过你几次，每一次我都在心里发誓要得到你。舞会时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，可惜被某人先得手了。波尔金家族流淌着无情的血液，他们好像说过差不多的话。交流，我也会变得多情呢。沃尔金家族的教育都是怎么回事？失礼了，公主。现在不是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出去了。以后不要接触这种危险的东西。所有人都在教我该如何做一个温顺的公主，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我。现在的情况比你想的还要严重。要是想安全的离开，就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所有信息。如果太大声，可能会引来他。你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凑近了看，你更好看了。这黏黏糊糊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本书是个骗子，他告诉我这里可以困住所有人的。你是怎么来的？喂，你们，你的脸怎么了？都是因为你。
我？哥哥来了你就不抱我了吗？脸上还有我留下的唇印呢。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出去再说。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是疏尸。疏尸？我们之前遇到的虫子？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有液体掉到了做面包的人的脸上，夜里虫子从女人脸上爬了出来。出发之前，他和我说了这件事，我就把他们带上来。那些虫子一路吃到了现在，已经长得很胖了。天空的部分都要被虫子吃空了，这本书可能快要散架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好吧，当初卖书的人好像和我说过，故事结束才是真的结束这种话，其余的我也不清楚了。我记得目录最后一个章节是睡美人，我们可能需要赶到那一章去。王子俯下身，吻了沉睡的公主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。这个世界都快完蛋了，你不会还是在耍人吧？你不愿意可以换我来啊。之前按照剧情来做的人，被迫留在了这本书里，变成了傀儡。这话倒是没错了。如果能改变天空的那些字，是不是需要特殊的工具？那个幽灵老头把他仅有的笔给我了。你还遇到了别人？你手上有东西吗？王子俯下身，吻了沉睡的公主。他的吻渐渐地激烈起来，他伸手。这破书的剧情怎么又？要说能够到天空的方法，笔拿给我试试。这里要反着写字吧？我知道，故事真正的结束了，有效果。又一个收集欲念的容器被毁掉了，是时候做一些更有趣的事了。这本书被啃的只剩下这些残片了。多亏了你在书房里找到了它。那我们也许该叫你专家了。嘿嘿，是队长去斯诺斯之前让我们过去接应的。多少人获救？20多个。有些人吃了那里的尸体做成的果实，无法离开那个地方，还牵扯出了一桩旧案，但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。这个之后再详细说吧。这本收集人类欲念的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先别说这个了，你现在的脸色看起来很差，是不是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再讨论这些比较好？